大家好，今天来到28图，这里我测试一个点位。那在这个点的话，主要鱼口是闪光鲟，然后伴随少量的俄罗斯鲟。那这边的鱼口相对也比较快，所以比较推荐。那直接进入主题，讲一下今天的配置。我使用的是顶里加上图灵3万线杯。然后整个鱼钩的话，其实也可以选择银色的巨4鱼钩。那我这边是使用雪4。那正常来说，一般雪4的话，相对安全性会比较高一些。因为使用雪4的话，基本不存在炸轮或者是炸竿的情况，毕竟使用的是顶里。那正常的话，这边的 PVA 的选择也是比较常规，没有太多可讲的地方。那唯一的话需要提醒的是，尽量使用50克的一个棒子。那如果没有 PVA 的话是没有办法。如果说是有 PVA 的小伙伴的话，建议使用50克的鲟棒。那这样的话，相对而言蹲心的效率会更高一些。20克还是差点意思。那接着说的是一个线组的一个搭配。那一般来说，蹲鲟是不会使用引线。那基本是一个裸主线的一个状态。那这边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点位，51.85，一般是用来蹲短头。那我这边的话是遇到了闪光，这边卡个17米，往一个深色的一个坑尾的方向抛即可。那说一下这边的注意事项。这边的话，基本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配置，使用360XH 的话也是完全可以，因为整个鲟的大小的话，它上心的大小值是在50公斤，所以39公斤的这一根鱼竿的话，拉力是完全足够。那轮子的话，使用文家1万线杯的话，也是完全可以拉得起来，不用担心出现太多。那基本上来说，这个位置的话，处于一个河道中央的一个位置。那28图的话，小河道会相对比较多一些。那赶鱼的情况是建议一些可能不太会锁轮的小伙伴来讲的一个范围。那我是更建议说不要往上游赶，将鱼往下游赶的话，相对来说位置会更安全一些，因为上游有一个拐角。如果鱼冲过那个拐角的话，那再把鱼拉回来可能就比较困难。而下游的一个位置是一个月牙湾，那个湾的话，如果说鱼进去的话，基本就已经出不来，属于一个死角的一个位置。所以，如果说不太会锁轮的小伙伴，可以尽量把鱼往下游那个位置赶。基本来说，鱼就会困死在那个月牙湾当中。那这边的话，我遇到它的时候，感觉是一条鲶鱼，所以并没有太多在意。但拉了一会儿，感觉它有一点不太能够回线，所以使用了锁轮大法。那锁轮的话，基本上来说，因为它的大小并不是很大，没有呈现出一个暴力冲刺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它的力度条并不是很跳。那这种情况下的话，锁轮直接后退，不用按加速键，直接往后退，那这条鱼就会乖乖的往岸边走。这边基本就是处于一个快到岸上的一个范围。是一条刚好50公斤的一条俄罗斯鲟。那这里也是刚好拿了一个奖杯，这个奖杯的话相对也比较容易。
回到鱼市这边，同样的，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问我，我会一一解答。那因为这条奖杯的话，整体的渔获收益会比较不错，有3000左右，主要的一个收益来源是闪光鲟。